如果我是电视箱里面那个小孩的话，那我就可以毫无顾忌的流眼泪了。你知道我拍打他的时候，我的女儿发抖，你知道吗？第二次做完了，他就说 Very good, kid. OK, next scene. 我就等一下，我要看一下 Very good 是什么意思。我就我去 monitor 那边看，我看不哩。全听你说。2013年拍了那部戏，爸妈不在家也得奖的时候，也就是燕燕发现患有忧郁症的产后忧郁症开始来袭了，之后病情就开始严重，算是吧，因为那时候我搬到香港去住。搬去香港住，因为你嫁给一个老公是一个武术指导，他住在香港的时候，住在香港，所以你就快点搬去香港，就过去那边。然后结果我发现，我觉得我应该要求助的时候，是我自己在跟他吵架之后，我觉得我要去结束我自己生命。你觉得你有问题了？我就觉得是为了什么事情？你讲，根本就没事，根本就什么事。我就后来自己冷静下来想。看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为什么会吵到说我要结束自己的生命？那根本不对啊！我应该是很开心啊，这个时候小朋友这么开心，然后工作也不错啊，为什么我这么不开心？我就跟我老公说，我说我不能再住在这里，我决定搬回新加坡，我必须要搬回新加坡，不然我应该会在街上跟人家打架啊！因为那时候我在香港也真的没有人可以帮我。又没有家人，没有亲戚朋友，我有朋友，但是就是那你已经在黑洞里面，你就觉得你谁都没有，你知道吗？对。可是那时候又很矛盾哦，因为那时候你又刚得了奖，我又一直很担心你是奖项症候群，因为奖项症候群会进入一段，我觉得它都有一个影响，它一定会有一些 in and out， 对，它的兴奋、它的事业高潮，然后突然 back to normal 一个。但是那时候已经在生病了，我觉得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很烂，你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思考。是，就算人家给你100万，你可能都觉得说还是 a negative thing。呀，你知道吗？人家凭空给你一堆钱，你都觉得说 this is not good。对，我能明白，这真的是，这就是你在生病，就是在生病了嘛。然后你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它都是不好的。对，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不好，我要怎么办？后来我发现，哎呀，算了，我就好好的当妈妈，我就回到新加坡，然后就找一个幼儿园，然后把我小孩放到幼儿园里面去，我就每天在家里发呆。那时候你在患忧郁症，而且你刚回来的时候，我们有一档综艺节目找你嘛？对。那时候我看到你的眼神是晃份，对，你的眼神一直充满着求救的眼神，但是你又要装坚强，因为燕燕给人家感觉就是坚强。可是我看见你的眼光快乐着的带着求救，但是你不讲，不是不讲，是不知道怎么办。OK， 你不知道要做什么啊？就是我就跟你说，那个黑洞是很可怕，它让你相信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帮到你。对。你回来这段时间，你有告诉任何人吗？你就一个人就回来，我就回来，没有人知道，没有通知朋友，我的朋友没有人知道，那必有病嘛，对吧？这肯定啊，我就觉得不行，我还是继续找帮助，然后我就找医生啊，我很幸运，那医生就说确定你是可以，他也能够帮助到我，所以这哭一鼻子之后，真的是舒服很多，对，舒服很多，然后他就说你要不要吃药？我就说那我想要试试看吃中药有没有帮助，那我就开始去想要跑步，不行，我身体太弱，我就只能散步，我散步散了2年，一个人，对啊，有时候就听歌啊，哭，有试过，会，我那时候忧郁症的时候，就是 Desmond 那时候后来才来陪我，就是我一个人在 East Coast 玩 rollerblade。一边玩 rollerblade 一边听歌一边哭，有时候哭，有时候不敢想象自己是小鸟，我可以飞起来，我可以翱翔。然后我看到飞机飞过，我就想，我当初这个决定是对的还是错？我想要飞机带我走，就是很多的想法会一直闪现在脑海里面。是，我那时候只是希望我的身体好一点，就想要让自己赶快好起来，让自己身体越来越好，所以我就开始了就
就运动的旅程，这样就回去我以前运动员的生活，就尽量的就找时间就运动。你会不会觉得哦，当艺人他的这个双刃剑就在这里？第一，因为我们有一点敏感体质，我们的 absorb 能力很快。第二，我们也有超能的意志力，很多时候靠自己在医病。尤其艺人会呈现出那种，你感觉表现得很好啊，你金马奖影后啊，杨钰莹又说又笑带我们去狗狗玩啊，可是他有病，没有人知道，他是隐藏性的。所以你看韩国艺人很多忧郁症自杀，张国荣，人家都觉得你这么多钱 ，high performance 啊，就是你还是可以把你的日常生活做得非常好的，然后带给人家 so positive， 你的笑容、你的眼神根本没有流露出任何忧郁的眼神，你骗得了成千上万的观众，骗不了自己颗心。没错。然后你面对孩子，你确定你孩子没有影响到吗？有啊，他很安静啊，就是他，就前几年的时间，他就是比较胆小的孩子，他不太敢说自己的。就我看到那个变化，我更加是要好好的调理我自己，我更加要把自己变好，我才有办法让我的孩子有好的生活。除了运动以外，看医生，你觉得还有什么方法让你得到求救？朋友啊，我后来就很会去。拜托帮帮忙，拜托帮帮忙。我觉得这个很重要。我觉得刚开始的时候，就身体开始比较好一点的时候，那个从黑洞里面出来说 I'm not alone， 我就觉得我自己不是孤独的，就会去拜托帮帮忙，拜托帮帮忙。帮忙，比如说就帮忙带个小孩啊，或者是有没有人有时间？什么哪里有什么很好的医生啊？我去看一下，对啊，那时候一起运动啊。那时候你有来找我，我们就谈到要不要去运动啊？要不要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就找事工作，不要紧，孩子还小。我突然想起这件事情，有人说，伤心嘛，什么时候你悲伤的时候是伤心，你生气的时候是伤肝。然后我就去问中医，所以是真的吗？他说是啊。然后我就这么多年来，我已经家破人亡很多次。怎么说？就是演戏里，这戏里面家破人亡很多次。所以你已经伤心伤肝很多次，伤的不能再伤，就是长年累月下来，你没有照顾你的身体，你的 instrument， 你的整个工具都已经坏掉了，里面都受伤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这个是因公受伤我觉得工伤是有可能性，我觉得这个可能性，而且这个很可怕了，因为你每次都真实的进入。你想，如果你拍一场戏是家人过世的戏，哇，你要拍几次耶？然后还要 close up， 还有 two shot， 还有 full shot， 还有远 shot， 然后要加那个声音，哇，天哪，最少5次。我自己就天哪！我肯定在这20几年的时间，我们在演戏的时候，那个情绪的波动，它肯定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5脏6腑，那是肯定的。所以它慢慢的就越来越差，越来越糟，对吧？那我觉得这样很可怕，这样子我可能也因公受伤了。可能我每次主持大节目很紧张，你们不知道，你们要买点肝脏的药嘞，真的嘞，肝脏嘞。你的就一直很兴奋呐，你就要保持一直很兴奋的感觉啊，那个也是很伤的啊。对啊，所以我荷尔蒙失调啊。真是的啦。你最严重的那个忧郁症，就是曾经还影响到你记忆力衰退。对，记忆力，我跟你说完话，转头我就忘了。导演跟我说什么呢？我转头我就camera action，我就忘了，在主持节目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这个开场白可以录个10几20个，然后我们就要去比赛嘛，那个跑一个斜坡，我们的参赛者是安迪大概50、60岁，我在后面追不上他，我根本没有体力，我体力已经是归零。对，这些都是一些征兆。那时候我在拍那个《明初出走之重新出发》，也是一段记不起来，就是记不起来。然后他们爬山或什么，我就是一直喘，它让你的元气不见掉。对，就没有元气啦。对，元气。一个忧郁症的人是没有元气、没有灵魂的，眼睛是空空的，就不知道在想什么。人家跟你讲话，你就在那边。既然谈到忧郁症，我也有被忧郁症缠了15年，但是我不会跑掉，它不会完全跑掉的啊，不可能的啊。对啊，15年，其实我产后就有，但是它没有并发，因为为母则强嘛，你在喂奶呀，你在看到新生命啊，它还是有喜悦。
但是开始东西越来越复杂化的时候，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时候，我第15年才开始，然后连续10年的忧郁症，哇哦， 10年的吃药，一直在调配，到第10年药要断的时候，再一次崩溃，然后再把自己重塑起来，经历16年的忧郁症的那个起伏。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有忧郁症，那是我在我刚刚毕业，很好笑的那个经历，因为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常常有花很多时间在学习如何观察自己，所以我观察到我2个星期都闷闷不乐，非常不开心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没有什么没有原因的，我自己去看没有原因的，那是很轻微的那个时候，我就去我家楼下的那个 clinic， 我就去跟医生聊，他看到我那时候我很瘦，他说你最近都吃什么？那我说哦，我刚毕业很穷，所以我几乎天天都吃泡面。他很平淡，他就说OK， 你营养不良。我想营养不良也会造就你忧郁。他就说你需要有吸收好的营养，来我给你一些营养素。他给我一些营养素，然后就说你要好好吃，然后不要看一些比较忧郁的电影。OK， 我那时候得到的资料是每3个新加坡人就有1个是患有忧郁症者，所以要真的很正式的跟观众朋友，真的要去求救，可以的，没问题，不要担心，没有问题的。在这边也要劝导大家，就是真正要进入一个心理辅导期啊，跟进入忧郁症的这个抗战期，它不是3、5年的，它可能是10年，而且不断的要经过调配。不要太相信自己，你可以自愈，就是你一定要去寻求朋友、同事或者是医生的帮助。当然，现在也是有一些热线嘛，有些热线是，不要害羞。对，我觉得不要紧张，他们不会知道你的身份。如果再让你接到一部戏是要让你刀还do the hell， 你会不会有觉得？其实我在拍《热带雨》的时候是超辛苦的，然后我找到一些方式，怎么样去面对每天这么辛苦的压力，就是尤其是吃的东西，对我来说那个影响是最大，所以我吃的非常清淡。然后有一天我就忍不住了，我就看到有新鲜的辣椒，我就好好吃，我就吃了。结果那天我就发脾气。每吃的一个东西，它都影响着我们的身体，只是我们的身体是不是足够的敏感，去感受得到这个东西给我们的影响。我这个其实是我相信，就是像后期我也是拼命做运动，因为当你体力不够的时候，你脑就不够聪明，你的脑子没有氧气，对，没有氧气不够灵活，血清素变少了之后，我就容易发火。所以当你体力，所以我最近一直运动，其实也不是为了减肥，其实我已经觉得我 OK to be。in everything 啦。以前我工作大概像这种做2场了之后啊，我回去是很 shake 的，很累。可是我回去之后，我会继续做运动，因为你会以前我体力会恢复。对，以前我觉得我要快点回去洗完澡睡觉补眠了，最好睡18个钟头，醒来之后更 shake。我在拍《热带雨》的时候，那1个半月，每一天都有我的 call。而且我每一天都是最早到 set， 就是4点钟或者是5点钟的 call time， 早上5点、4、5点的时间，然后我拍到完就已经是晚上10点的时间，所以我的那个时间表是非常长，然后睡眠时间是不足的。但是我逼我自己每天早上最少有5分钟的时间我是在跑步的，我就在原地跑，我跑很快，让我自己发热，就像你的那个车子过了1夜，你就 start engine， 然后给它热身暖身。其实那天你就会发现啊，那天1皮肤状态很好，2你精神很好，是，对，一整天它就可以拉5分钟，5分钟就够了，是对，就是让你自己流一点汗。最后我要再来跟优一言，就是你的生活跟你的工作如何去取得平衡？你是一个假单亲妈妈，假性单亲妈妈，对，因为我老公他工作的时间就是在国外，所以女儿的每一举一动，每一个东西都是我自己在包办。我生小孩都是我自己开车去。对，但是我必须要告诉大家，燕燕的婚姻是幸福的，燕燕的婚姻是幸福的，他们夫妻之间找到一定的默契。你怎么样去叙述你这个婚姻关系，然后你的幸福的度量是什么？我觉得我可以理解我先生的工作，因为
我一进入工作的时候，我也像他一样，就是什么都不管了，全世界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了。而且我觉得他已经大概有30年的时间，就是不断的在工作，就休息可能1个月，最多1个月。我觉得对他这样的人，我已经不想去改变你，而且我现在年纪比我大一些。就是说你不想改变他以前的作风，对，孩子你自己顾，然后孩子的学业你也觉得在新加坡受教育是你比较放心的，对。然后你可能因为这样子牺牲掉，不能说牺牲掉，流失掉一点点你的工作机会，那肯定是有的。人不会十全十美的，我觉得这个人生这个世界是没有十全十美这件事情，永远都是一个天秤，拿了一样你就会放下一样。这个是我自己这么多年来都是一直在做这件事情。如果你做了决定，你就不要后悔。但是你这么多年来，这个先生一直在缺席，还好啦，还好啦。一年见几次面？像去年的时间我不在嘛，我就在全世界到处飞 ，no， 我现在就在家看小孩啊。你们家庭1年聚会，你们一家3口的3个月，足够吗？很好啊，超好的，我觉得小别胜新婚。那你一个人顾孩子，当你碰到困难问题的时候呢？你会不会为了小孩子已经做了一点牺牲跟迁就了？我觉得是做了决定。OK， 决定，就是对，你要多陪时间给他了。对啊，因为他长大的时间就只有这几年了，他一过了那个时间是掰不回来的。工作可能是有可能会再回来，可能而已，可能而已。但是我觉得小孩的时间就这样过了。所以你现在以孩子为主，你时间就是家庭主妇，每天以他上下课为主。对。有接一个3个月、4个月的工作，你可能会要考虑了。对啊，做决定吧。老公回不来帮你，或者是就是一个很好的电影在那边等着你，是。但是真的没有人来帮你，你会做什么选择？现在还没有哎。如果现在有机会，我还不需要面对这样的抉择。我只能说，孩子跟工作100，你放几分？不想回答了，你看。这个我跟你讲，我挣扎过的，因为我挣扎过的，我都不想去想，干嘛？我挣扎过的，我告诉你，后来是谁把我点醒？谁 ？David Gunn。他说什么？我就先跟你讲，我看你怎么回答我。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我在拍《原是一家人》的时候，我在优频道前途茫茫，而且不尽然讨好，而且那时候很累，我还帮忙做配音，又做 variety 4、5档。我那时候我其实是在拍《原是一家人》的时候，我差点递出去，我的孩子没有人看，你看我怎么办？所以孩子我跟着你来工作，他跟着天天来公司。妹妹是从小在片场长大。然后我们的 Ann 那个统筹，天天我在做 VO 的时候，天天抱着他在 office 里面画画。然后我 VO 下完，你就看到他躺在那个沙发睡着，所以我亏欠他很多很多。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我很疼孩子。可是姐，你不应该觉得亏欠呢？你已经尽了你的最大的能力了。不是我问你，如果 50-50又再来了，你很喜欢的 Do it。那孩子嘞？如果你会后悔的，你就 do it。不后悔。你 make a decision， 不要再后悔。我就是这样子，我觉得。这就是我对得起我自己的地方。我做了一个决定，我就不会后悔。当然回来的时候看到那个成绩，我天哪！我天哪 ！OK， 我们追，我们不要紧，妈妈陪你读。OK， 我现在有时间了，我们来。我只能说，我以为我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妈妈。David 刚刚跟我讲，哎呀，我跟你讲啊，你不要以为做妈妈就是一天到晚一口 fit 他，哟 good mother， 看他长牙，看他站起来。如果你要做一个好妈妈，我告诉你，去把你的事业做好，以后给他开一个好的成绩单，让他过一个更好的生活，不要重走你的路。哇，他一语惊醒梦中人呢，很对。他说有一天你会得很多奖，你的孩子会以你的奖为荣，而不是以你的一碗饭为荣。OK， 阿布，你说的对，我把辞职信收起来。我当然也有想要放弃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对的。其实我女儿也会讲这样的话，妈妈，你可以不要再演戏了吗？你可以每天陪我吗？我说不行哎，人要有梦想，我追求我的梦想，我的心会很开心。对，我开心，你也会开心。是。现在的母亲啊，可能都要让孩子间接知道什么叫做坚持，什么叫做专业。可能妈妈没有办法陪你，但是你的成长过程，我们没有忽略掉你。我可不可以这样确定的说，你在妹妹的每一个生命的最重要的时刻都在她身边？是，够了。是，重要的是很重要。
所以我在这边呢，好有一个小小的礼物要送给你，让你看一下，就是这一路走来你並不孤單。來，顏小姐你好，估唔到我喺度咧，好多謝你同我生咗個女兒，等我有幸福嘅家庭。我成日出去拍戲，成日唔喺屋企，等你自己一個人照顧女兒，又出去拍戲，又上節目，我知道你好辛苦。以前我好多缺點，但係同你生活之後，我由缺點改成為優點。其實我好想同你講一句説話，好多謝你，老婆，我以你為榮，你好勁。你很坏哎，就是这样弄人家哭的嘞。 so sweet， so sweet， 你知道还好没有逼他讲华语，不然我会笑死。你知道你老公拍了好多次才成功的吗？他根本不会讲话，我老公很会讲话，但是他不会对着镜头讲话。他为了要拍这个给你，他是个吹水王。其实燕燕的婚姻是幸福的，老公是。对，还是我觉得就是到最后大家都是 compromise 咯。就像你刚刚讲的那个非常暖心的一个老婆，你说她像是个游牧民族，结婚后你不想改变她，你信任她，你让她拥有结婚前一样的自由，这个就是一个很懂事的老婆，而且你事业如此有成。你大可以自由的来去，甚至于由你来做决定，但是你又做出了小女人的决定，这个是我敬佩你的地方。谢谢。真的，所以这一次呢，我觉得我们制作组很有心，尤其 Jenny 实在很可爱，她写了一段词儿，要我送给你，这个是送给你的小礼物。当你慢慢打开的时候，镜头看着它，我把 Jenny 想到这段词太美好的送给你，就是马来西亚出生的马太太。嫁给了马先生，好可爱，有个马年出生的女儿，还有2座金马奖，百战百胜，祝福你马到成功。这个旋转木马呢，就是希望你永远保持着6岁时候爱上表演那一刻的纯真。哦，谢谢燕燕，我觉得我们制作组好有心哦。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好，来找我拍戏啊！哎，坦巴彻。来，因为我们来谈一下，我觉得他的综艺还没有活好，你们放心。什么鬼啊？什么鬼？被综艺耽误的演员呢？这个被演员耽误的综艺主持人。Every day is sweeter than the one before. Every day I love you just a little more.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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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.